视角看韩国祭祀大典，怪不得每年祭祀是韩国离婚高发期，准备这么多东西，谁弄谁崩溃。我是一个韩国电台记者，今天请了假来老家祭祀呀，顺便带你们看看韩国人每年都要搞的祭祀到底是啥样的。我家在庆尚北道西谷郡光州，每年冬季不管我在外面混得多好呀，都要滚回老家，因为每到祭祀的时候是整个老家最忙也最缺人手的时候，所有的女人们不管年纪大小，在祭祀前几天都要开始忙活，而男人们就舔着个大脸站在外面喷咸空装大爷呀，甭管在外面混得好不好，一回家都拽得像个258万呀。唯一干的活可能就是点把稻草给罐子消毒，完事还得让我的婶子们把韭菜、萝卜、辣椒均匀的抹在大酱上，然后装在罐子里，之后用麦壳将罐子埋起来，然后再由家里辈分最大的男人点燃呀。据说烧的越旺，就象征着家里的运势越好。随着炙烤，里面的大酱也变得浓郁醇香。之后二婶又把切好的大萝卜全部倒进锅中炖煮，煮好的大萝卜块放到纱布里，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大块大石头压干水分，之后把挤干水分的大萝卜捏碎，再加点辣椒面，然后就可以包在事先擀好的荞麦面皮里捏成饺子。为了显得重视，婶子们呀还会在饺子上插上几个松子，之后全部上锅蒸熟。这晶莹剔透的蒸饺子，谁吃了谁不迷糊啊？之后我二大爷就会给家里写对联，每年过年或者祭祀的时候，家里最大的长辈就会在白纸上写上立春大吉，建阳多庆，就是开始阳光日多，福庆不绝之意，就如同常用春联上的向阳门第，春常在，积善人家，庆有余。但是俺们不懂那么多呀，反正每家每户只写这8个字，然后吧唧贴在门上就行了。写了又撕，撕了又写，忙活了一下午的大爷，终于等到了晚上，夜幕来临，家里的男人们都换上了纯白色的韩服，戴上嘎特，也就是朝鲜王朝时期男性搭配韩服时佩戴的传统帽子，其材质为竹或者是马毛，其竹制框架呈圆筒形，带有宽毡，部分透明。直到现在，韩国的传统节日，年纪大的男性依旧会佩戴，穿戴好的男人们排着队就来祭祀了。前一天先来自家的神龛前跪拜，等到次日，也就是真正的祭祀大典时，男人们早早的虔诚端着老婆儿媳妇准备的贡品来祭拜自己的老祖宗。而韩国的祭祀讲究也颇多，左侧为尊，右侧为次，贡品数量多为奇数，所有贡品需完整无破损，比如整鱼不去头，整鸡不去爪，餐具需用陶瓷或木质，摆放前需擦拭干净，体现对祖先的敬意。而供桌通常分为前中后3排，前排为肉类区，中排为主食区，后排为蔬菜干货饮料区。男人们在供桌前举办祭祀仪式，而为此准备一切的女人们却不被允许参加，只因为他们觉得呀，女人都是人家家的人。但是事后不仅要吃女人们做的饭，还要让女人们收拾打扫。有的时候我都怀疑呀，韩国男人是不是有分裂症？不是说女人们不是家族的人吗？那到了做饭的时候，女人们怎么又成了家里不可或缺了呢？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又到这里了。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，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